副驾的男人掏出刀子抵在了司机的腿上，要他说出存折的密码。司机支支吾吾了半天，男人没耐心了，一刀砍在了司机的腿上，搞得司机大叫起来，立刻就吐露了密码。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迎面驶来，警长伊谷春瞥见了停在路上的出租车，感觉不太对劲，并下车盘问。劫匪们换了一批，生怕自己暴露了，正想着该如何脱身，司机的回答却让他们大吃一惊。没事儿，找不开钱了。伊谷春有些奇怪，怎么会有人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路上下车呢？何况外面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他正在仔细打量车上的人，司机却再次发话了：钱我不要了，你们下去。劫匪一脸蒙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当然是四字成语溜了溜了。那么这位司机为何要帮助劫匪逃脱呢？咱们暂且按下不表。劫匪离开后，司机又对伊谷春道了谢，表示刚才的乘客都是自己的老乡，总爱免费蹭车，很难打发。伊谷春没发现什么破绽，便让司机离开了。然而地上的一把匕首却吸引了他的注意。伊谷春意识到刚才那辆出租车一定有问题。此时的司机已经把车停在了路边，正给自己的好兄弟打电话。快乐是雨天，我看着警察的眼睛挺毒的。你找谁？来人竟是伊谷春。原来这里是协警宿舍，司机的好兄弟辛晓峰正是一名协警，而伊谷春则是刚从西陇调来的警长，即将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既然辛晓峰是协警，他又怎么会和看起来不太干净的司机是好兄弟呢？原来7年前，福建西陇市苏安县发生了一宗灭门惨案，一个年轻女孩和她的父母以及外公外婆5个人全部被杀。犯罪嫌疑人正是如今的协警辛晓峰，被打劫不敢报警的出租车司机杨自道，以及他们的另一个好兄弟陈比觉。为了方便记，咱们以下简称小峰、阿道和老陈。在逃跑途中，小峰也不知道犯了什么魔怔，说什么都要回去一趟。老陈担心被人撞见，拼命拦着他。争执中，老陈不慎撞上树枝，就此瞎掉了一只眼睛。从那以后，3人为了掩人耳目，从西陇来到厦门，干起了正经工作。小峰摇身一变成了协警，阿道则开起了出租车。老陈大概是受了什么刺激，变得有些痴傻，只能做一个码头工人，住在距离市区100多里的清源岛上。对了，当年杀人之后，3人还意外收养了一个女婴，被取名为尾巴，跟着老陈在岛上生活。3人寻思着，尾巴总不能长此以往跟着他们3个亡命徒，所以打算给尾巴找一个靠谱的家庭，把他寄养在那里。在此之前，得抓紧时间给尾巴做个体检，好让他家人放心收养。或许是抱了赎罪的念头，成为协警之后，小峰抓捕罪犯从来都是不遗余力，拼上性命也要把人抓到。见到伊谷春的第一眼，小峰就觉得这个警长不好惹，他怕自己露出马脚，很快就搬出了协警宿舍，和阿道租住在一间山间小屋里。事实上，伊谷春也确实不是吃素的，有时候他只用扫一眼就能判断出你是不是有猫腻。这天，小峰开车载着伊谷春，伊谷春只是无意间那么一瞥，就发现一辆出租车有问题，两人当机立断截停了出租车，果然在乘客的包里搜出了手枪。面对这样的上司，小峰唯恐露出破绽，就加倍的小心谨慎，并表示自己不久后就会辞职。伊谷春却很欣赏小峰，不许他再提辞职的事。在一次抓捕罪犯的行动中，小峰陷入水里，差点淹死，还是伊谷春帮他脱困，救了他一命。这也让小峰放下了辞职的念头。当晚，小峰要去金源岛拿几条小金鱼，伊谷春恰好无事，便让小峰开着警局的车一同前往。路上，伊谷春提起了7年前的灭门惨案，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参与的大案，至今都记得案发现场的状况有多惨烈。小峰在一旁听着，紧张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为了躲路中央的一条狗，差点把车开下山路。那猴你没看见？慌慌张张的。爷。啊。用烟头摸指纹的习惯是小峰发现自己在案发现场留下指纹后养成的。伊谷春不禁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小峰时，小峰也做了同样的动作，而且小峰刚好也是西陇人。小峰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过去？伊谷春有些怀疑，但他依然不动声色，和小峰聊起了这桩灭门惨案。当时负责这桩此案的是伊谷春的师傅，按照师傅的推断，最先遇害的应该是年轻女孩。不知道凶手最初的意图如何，反正他在看到女孩赤裸的身体后受到了刺激，当即实施强奸。在这个过程中，女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之后凶手才杀死了女孩的父母和外公外婆。警方在经过调查后，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指向凶手的线索，只在女孩身上的吊坠上提取到了半枚指纹，这半枚指纹就是小峰留下的。当然，伊谷春并不知道这一点，他只知道当年有目击者在案发现场苏安水库附近看到了3个小青年，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还有人在死者门前捡到了一本天文爱好者杂志。
此外，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表示作案者一定是个同性恋，但易谷春并不相信这一点。同性恋又怎么会抢女孩呢？除了这些之外，7年过去了，警方没有一点进展，凶手依然逍遥法外。到了金源岛，小峰独自乘船上岛，易谷春在岸边等他，但小峰和老陈的互动却被易谷春尽收眼底。在回去的路上，易谷春问起了老陈，以及金鱼是准备拿给谁的。小峰表示老陈是自己的好兄弟，金鱼则是要拿给女儿尾巴的。易谷春有些惊讶，小峰便解释尾巴是他和老陈收养的弃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天，阿道正在买烟，忽然遇到了路边有人骑摩托车抢劫。阿道立即叫上一个正在救助被害人的女孩，开着出租车就追了过去。劫匪看见有人追来，举下头盔砸了过来，吓得阿道赶紧把坐在副驾的女孩护住，油门却丝毫没松，最终把劫匪逼停在一处死路。阿道二话不说，下车和劫匪干上了。副驾驶的女孩眼见阿道一人难敌4手，赶紧叫来附近的路人帮忙，终于制服了劫匪。可等他回头一看，胸前受了刀伤的阿道却不见了身影。原来阿道心里有鬼，不敢去警局，所以他叫上女孩和自己同行，帮忙处理一下后续事宜。他被劫匪砍了一刀，也不敢去医院就诊，只能回到山间小屋，自己消毒、缝针、敷药。男人回到住处，一眼看见满地狼藉，到处都是卫生纸和血迹。再掀开被子，自己的好兄弟竟浑身是血，躺在床上不省人事。男人吓坏了，赶紧背起兄弟来到医院。与此同时，尾巴也因病住院了。小峰两头照顾，忙得焦头烂额。他和醒来的阿道聊起易谷春，两人都觉得当年的事恐怕瞒不过易谷春。如果现在把尾巴寄养，尽快离开厦门，也许还来得及。小峰看着阿道欲言又止，他隐瞒了什么呢？咱们接着看。三人很快给尾巴办了出院手续，就去银行销户取钱，打算收拾东西跑路。可就在送走尾巴的那一天，小峰却打退堂鼓了，死活不让阿道走。原来尾巴检查出来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情况下收养肯定是要泡汤了。在医院的时候，小峰始终没法开口的就是这件事。两人沉默了半天，阿道最终挤出一句：“认命吧。”他们把尾巴送回了医院，给尾巴安排了手术。但问题是，这么多年，三人从来都是得过且过，一时半会儿上哪凑高昂的手术费？正聊着，小峰接到了易谷春的电话，再一抬头，易谷春竟迎面走来，身边还跟着一个女孩，正是和阿道一起见义勇为的女孩。小峰赶紧为他们做了介绍，说阿道是他哥，而这个女孩竟然是易谷春的妹妹易谷夏。咱们以下讲了小夏，这可真是做贼的遇见劫路的，赶巧了。易谷春也当场认出了阿道，这不就是他一开始遇到的可疑的哥吗？他怎么会跟小峰在一起呢？三人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心里各自打着小算盘，脸上却都不动声色。只有小夏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原来他已经对阿道这位见义勇为的的哥动了心。几人寒暄了几句，易谷春叫走了小峰，小夏则由阿道负责送回家。易谷春看似不经意地问起小峰和阿道的关系，小峰表示阿道和码头工人老陈都是自己一块长大的朋友。易谷春马上想到自安水库凶杀案的嫌疑人也是3个人，于是又问起阿道的伤口还没痊愈，怎么这么快就出院拉活了？小峰将尾巴患病急需用钱一事和盘托出。随后二人来查一宗跳楼自杀的案子，死者的房间没发现什么异常，易谷春便让小峰留在这里待命，自己下楼去现场查看。眼瞅着易谷春离开，小峰立刻给阿道打电话。阿道告诉他，易谷春就是他被抢劫那天那个查差的警察。刚才他已经认出了自己，却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说明他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小峰心生焦虑，竟没注意到他身后已经多出了一个男人。这人一声不吭，直接冲向阳台跳了下去。此人应该是跳楼自杀死者的同性恋人。小峰本能地扯住男人，想要把他拽上来，男人却说小峰若能回答他的问题，他才肯上来。等闻声赶来的易谷春赶到以后，小峰已经救下了男人，累得瘫倒在地。虽然小峰做事认真，抓捕罪犯也很卖力，但他身上疑点重重，让易谷春不得不怀疑。郁闷之下，易谷春特地来到西陇，找到自己的师傅，再次跟他聊起了7年前的悬案。师傅说起一个细节，死者中的年轻女孩据说刚生下了一个孩子，但警方一直都没找到这个孩子，也没能确认孩子父亲的身份。孩子，小峰他们身边不就跟着一个孩子吗？另一边，小峰也跟阿道感叹，易谷春简直就是当年的死者派来索命的，那么多巧合竟然都能撞在他身上。为了救活尾巴，他们又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只能更加小心，走一步看一步。但不得不说，有主角光环的人就是不一样，再怎么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实力也不允许他们低调。阿道被小夏给缠上了，他不仅3天2头的跟着阿道，还慷慨的把尾巴的医药费给结清了。面对这朵开的不是时候的桃花，阿道只能苦笑着拒绝。另一边，小峰则跟他上次救下的跳楼未遂的男人混在了一起。此人不是什么华人派大师兄，而是个台湾设计师。自从被小峰救下之后，就总来警局找他。小峰一开始是拒绝的，但禁不住设计师的一再邀约，终于和他越走越近。现在基本每隔几天，易谷春就能看到设计师的车在警局楼下等着小峰。他们俩去干嘛了呢？易谷春百思不得其解。
他知道尾巴最近要做手术，小峰特别缺钱。不久以前，小峰还谎报了一桩赌办的赌资，把瞒报的4000多块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只是后来被易谷春发现了，替小峰瞒了过去。那么，小峰和摄影师会不会是去赌球了呢？易谷春找了个机会向小峰问起这件事，小峰一口否认了赌球的说法。易谷春掏出一张银行卡交给小峰，让他拿去先用着，并告诉他有些事可以想办法，有些事绝不能做。但小峰到最后也没收下银行卡，这让易谷春越发不解了。既然不是图钱，那小峰跟摄影师是去干嘛了呢？有一次，易谷春实在没忍住，打车跟上了摄影师的车，决定亲眼见识一下他们在搞什么鬼。到了摄影师的红酒庄园，易谷春看着那些赌球的人，内心的直觉越发强烈。他无视接待员的阻拦，径直闯入了摄影师的秘密基地。可眼前的情景让易谷春大吃一惊，小峰竟和摄影师缠绵在了一处。我估计这会儿易谷春肯定想来一句：“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既然如此，易谷春断定小峰是无辜的，因为同性恋不可能强奸女孩，而且小峰向他坦白，阿道和老陈也是同性恋，他们从中学那会儿就意识到自己的取向了。易谷春觉得或许之前是自己搞错了。其实之前易谷春揭穿小峰瞒报赌资时，曾遇到一枚小峰的指纹，只是一直没来得及去做比对。如今看来也不用比对了，易谷春有些丧气，打算放弃调查酸水库的案子。回到家后，易谷春将此事告诉了小夏，小夏哪里肯信，第二天一早就跑去质问阿道。女孩赤裸着身体，紧紧地抱着眼前的男人。原来就在昨天，小夏的哥哥告诉她，他爱上的男人其实是个 gay， 她不相信男人对她没有感觉。事实证明，男人确实不是什么同性恋，他也喜欢面前的女孩。女孩哭着质问男人为什么不肯接受她，没想到男人直接解开扣子，露出了胸前的纹身，让女孩回去问他做警长的哥哥。看来当年在水库边上被人目击的凶手之一就是阿道，这也是阿道胸部受伤以后不敢就医的原因。当易谷春回来后，小夏正独自埋首哭泣，边哭边告诉易谷春，阿道他们确实是同性恋。易谷春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摸了摸妹妹的头。但当他回到房间，才发现被他拿回家研究的富安水库凶杀案的案情档案好像被人动过了。看来小夏正是了解了阿道到底是什么人，还故意隐瞒阿道并不是同性恋，以及胸前有纹身的信息。易谷春也猜到自己的妹妹有猫腻。次日，小夏打车来到了阿道租住的山间小屋，决定跟着他一起私奔。但阿道这会儿不在家，小夏便打算在山下等他。一路跟着妹妹过来的易谷春偷偷进入了山间小屋，发现原来这就是小峰住的地方。此处的镜头特别给到，沙发和床分别有被褥和枕头。易谷春瞬间怀疑小峰和阿道或许不是同性恋。他看着屋里的东西，无意间发现了一根奇怪的电线。顺着这根电线，易谷春就来到了楼上房东的房间。原来这个房东居然是个喜欢窃听住户、偷窥住户的变态。房东的桌子上竟然放了好几张他偷拍的小峰和阿道的照片，抽屉里还放着一台窃听设备。易谷春戴上耳机听了一下，小峰和阿道的焦虑，两人对易谷春掌握了多少线索的猜测，全都清清楚楚地传入了易谷春耳中。再配上房东写的窃听笔记，基本可以断定小峰、阿道和老陈三人就是酸水库凶杀案的凶手了。一直念叨着水星逆行的老陈，应该就是当年把《天外爱好者》杂志不慎留在案发现场的人。就在这时，易谷春却接到了小峰的电话，他在双子大厦发现了2名通缉犯的踪迹。易谷春迅速赶到现场，2名通缉犯极为凶悍，打伤了2名警察之后，还想借着双子大厦的地形逃去对面的大厦。易谷春和小峰紧追不舍，一个不小心，易谷春摔倒在2栋楼中间相连的窄桥上。幸好小峰眼疾手快，拉住了他。2名歹徒准备来灭口，好在另一个警察赶来支援，拿着斧头就准备和歹徒搏斗。眼看着歹徒离2人越来越近，易谷春却让小峰放开自己，小峰自然是死也不放。你们3个去自首吧。易谷春说这话就是希望小峰能放手，否则2人都活不成。千钧一发之际，警队增援赶到，及时救下了他们。同时被带走的还有小峰。在离开之前，易谷春让小峰打电话通知另外2人，并告诉他尾巴后续的手术费用他会一力承担。小峰恳求易谷春，如果可以的话，请他务必收养尾巴，并且让尾巴忘掉他们这3个爸爸。另一边，接到电话的阿道立即掉头去找小夏，将自己的存折交给了他，里面是留给尾巴做手术的钱。他拜托小夏一定要给尾巴找个好一点的孤儿院。小夏则哭着答应他，自己绝不会把尾巴送去孤儿院。最后，阿道紧紧拥抱了小夏，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得知小峰坐牢后，台湾设计师来到警局找到易谷春。原来他跳楼时问小峰的问题是愿不愿意和自己约会。小峰明明不是同性恋，却真的和自己约会了，最后甚至还发生了关系。易谷春也想通了，小峰是故意装成同性恋来起作嫌疑。
他记起以往申医师每次来找小峰，都会把车停在他刚好能看见的位置。小峰解释说，他们其实一直在等这一天，倒也没想过能逃多久，只是想挨到尾巴做完手术，才这样费尽心机的掩饰。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说自己是个好爸爸了。一股川听着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最终，小峰和阿道被执行了注射死刑。本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没想到电影的最后又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反转。没过多久，警方又抓到了一名疑犯。此人犯下多桩大案，还亲口承认苏安水库灭门案也是他的手笔。原来当时他也去了别墅，阿道、小峰和老陈只是他的跟班。后来四人逃到了水库边上，凶手威胁小峰他们三个以后必须乖乖听话，不然就不要怪他不客气。谁成想三人干脆把凶手推进了水里，随后逃走了。不过凶手并没有淹死，但他也没再去找小峰他们的麻烦，就此假死改名换姓。这样一来，如果苏安水库的案子东窗事发，他还有机会逃脱罪名。前面说过，女孩的死于心脏病突发，但小峰应该构成强奸罪，而其他两人压根就没有动过手。虽说有罪，但也罪不至死，为何不为自己申辩，却选择主动寻死呢？一股川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尾巴并不是弃婴，他也许就是年轻女孩的孩子，当天也在别墅里。小峰看见了，不忍心孩子就这样死去，所以才会重返别墅，抱走了孩子，就此抚养在身边。但他们心里清楚，纸包不住火，这事儿总有一天败露。如果哪天尾巴知道了真相，抚养自己长大的人竟是杀害自己全家的仇人，换作是谁都无法接受。但只要小峰他们活着，这种可能性就永远存在。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一股春悄悄给尾巴做了骨龄测试，事实证明尾巴的年龄确实是7岁。看来这就是小峰阿道寻死的真正原因了。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问，老陈去哪儿了？东窗事发以后，老陈因为精神问题没有被抓，后来就消失不见了。原来老陈这7年来一直在装傻，他的智商高达163，逃了几个月都没被抓住。但想到以后见不到尾巴，老陈就失去了活着的勇气。最终，万念俱灰的老陈选择了投海自尽，而伊谷春则收养了尾巴。也许慢慢的，他就会忘掉之前的3个爸爸，开始美好的新生活。世界上有2种东西无法直视，一是烈日，一是人心。伊谷春对法律的一段阐释，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我给大家来念念吧。法律特别可爱，他不管你能好到哪，就限着你不能恶到没边。他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实实的告诉你至少应该是什么样，又讲人情又残酷无情。